炀帝三姓当初三征高陵，让隋帝国走向崩溃。大业13年迁都到江南，原占领长安没有多久，以太王杨佑担任傀儡皇帝，尊杨广为太上皇，发生江都兵变，众目睽睽，上吊自尽。大业14年，薛举跟梁师都联合出兵，爆发第一次潜水员之战，唐军大败。没有多久，薛举病死，这个集团就被李世民击败。618年4月，宇文化及杀杨广，隋朝到此结束。6月，杨佑禅位于李渊。从此之后，李唐王室在天下的正统地位得到了象征关陇集团一步一步走向最繁华的时代但刘武周按耐不住了，把李渊老巢端掉，整个山西几乎丢掉。一时之间，关中大震。李渊当时就讲：“我认输李世民都不可以，把剩下5万步骑交给他们。”很快，整个山西全部被李唐收复，整个黄土高原威胁李家生存的集团到此全部结束。唐高祖开国之路才刚开始，还有很多恶仗等着他们家去一一攻克。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后来座谈》，我们今天继续来聊历史讲堂大任4人系列唐朝的开国啊。可是上讲我们已经讲了，唐高祖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开创唐朝，绝对不是躺过来的他也是有经过他一番的奋斗啊。今天呢，我们就接着上一讲的故事，晋阳起兵之后开始讲哈。其实，在晋阳起兵的同一时间呢，整个隋朝啊发生了非常多的乱事啊，各地群雄，那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啊。那到底唐高祖是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一步一步的巩固自己的位置，最终能够抢得先机？大家要了解到，在唐高祖称帝的时候，其实他并不是隋末群雄中唯一称帝的，但他到底如何来胜出呢？今天啊，我们就来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隋末到唐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乱局，而这乱局之中，唐高祖吕渊他又发挥了什么样的角色，让唐朝得以建立呢？那关于历史问题呢，我们就来欢迎王立本老师，学长好。主持人好，还有全世界的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好好聊一下唐高祖吕渊，大家都称帝，他凭什么能够胜出啊？当然，问题我们就开始从唐朝的基干开始说起啊。上次我们也聊到了所谓关陇集团啊，那就我观察，关陇集团其实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它3度易主啊。前面2个都是短命王朝，一个是北周宇文家，再来是隋朝杨家。那为什么换到了李唐家，终于稳定下来呢？这里面要怎么来解读这部分？其实所谓的关陇集团或我们说所谓关中本位制，只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从西魏以来在关陇地区掌握中央执政权的集团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细分的话，它内部其实也是有个权力变迁的过程。基本上宇文家是标准的鲜卑贵族，等到鲜卑贵族逐渐的站稳脚步之后，他要跟汉族的武人势力跟汉族的士族势力加以结合，他才有可能巩固他的统治。另外他必须要跟东魏就是后来的北齐对抗，所以汉族的武人势力也慢慢也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就是后来创建隋朝的杨坚家族。其实杨坚家族后来附会自己是弘农杨氏，但实际上他们家跟汉族传统世家弘农杨氏没有太大的渊源。根据陆耀东老师这些人都考证过，基本上杨坚的家族其实是出自当时北魏六镇的尔朱家族，他们家其实就是北魏贵族手下的正兵啊。这个说法完全是可信的。我们看杨坚没有什么教养，对，而且杨坚家也不太重视家教，很标准的那种武人的气质，对啊。再来到关陇集团的第3阶段，永琪李氏，他们家就是经学传家，他们家就是比较标准的汉族世家。当然它有一个融合的过程，就是汉族跟鲜卑族不断的通婚，那其中有2个家族在这个通婚的过程当中就成为汉人跟鲜卑人之间通婚结合的一个桥梁，就是我们知道大名鼎鼎的独孤家族，另外就是长孙家族。独孤家族跟长孙家族也是属于鲜卑家族，但是这2个家族跟汉人的关系比较接近，像陈寅恪先生或钱穆先生，他们傅乐成先生也都有谈到过其实这个李唐王朝就是胡汉文化交融下的一个结晶嘛，李世民就是胡汉文化交融下的一个怪杰。所以基本上李家皇族或者说李唐家族的优势就在于，第一个他们的门第，第二个就是诗书传家。他们比起其他的鲜卑贵族还有一些汉人的武人家族，像杨家有教养多了另外他们家兼具巴蜀国跟中原五姓双重身份在这样一个双重身份的交叠之下，他们就得到了当时汉人跟鲜卑人广泛的支持，这是李家后来夺取天下
下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特别把这个提出来是要跟大家报告说，到底李家所倚仗的是什么啊？那基于这一点，你就可以比较好理解为什么李家的根基是比较深的，而且呢，他称帝的速度非常的快，快到用一句话形容叫迅雷不及掩耳啊！没有想到说速度可以这么快，那为什么？其实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我们以前讲过的隋文帝篡北周一样，主要是什么？因为集团的利益得到了代表嘛。对，讲得太好，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关陇集团之所以会被以前的史学大师们提出来，而被普遍的史学界所认可，当中大家了解到，它是一个复合性的军工跟工程集团的结合体。所以这个集团它重点是彼此之间会有个默契，谁能够代表我们集体的利益，那我就拥护谁。这样的一个风格，到了唐朝的中晚期就变成所谓的藩镇的牙兵嘛，有一点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是中国历史上很特别的事情，你很难用一家一姓去概括之哦。总之赢的永远是这一帮人，只差别是谁出来当老大。只是说从北周宇文家过渡到杨隋家，再过渡到李唐家，这个过程你可以看到，很明显关陇集团正在逐步的上升它的文化内涵当中，从一群鲜卑的贵族进化到了汉人的武人集团，再进化到了拥有氏族背景的陇西李氏，它是一步一步在往上升，也在强化他们整个集团的位阶啦。因为社会基础，你也可以说这个集团正在扩大了哈。好，这个是一个关键。当然了，讲完关陇集团的传承之后呢，我们就要回到隋末乱世的历史现场了。关于杨帝到底是怎么败亡的，之后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哈。不过我们先来讲一下，杨帝到后期简直是已经在末日狂奔当中啊哈，我可以这么来形容吗？学长？这隋炀帝聪明一世，暴虐一时，后来终于搞到众叛亲离。对啊，历史上像隋炀帝这样子过度意识名利的例子还真是很少见啊。今天比较恐怖的是在于说，他不光只是像过去我们讲秦始皇也是过度意识名利，但秦始皇大部分都是为了国家的公共工程建设，或者是国家的国防需要。而炀帝一部分虽然也是为了国家的公共工程建设，但是大部分我们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为了他个人的享乐，跟向天下展示他的财富跟权力嘛。历史上像开凿运河啦、三姓江都三征高丽，各位不要看这只是史书上2句话，都死伤惨重啊。三姓江都光是死掉的工人工匠就10几万，三征高丽都有详细数字可以考证的。中国损失120万的军人，当时整个河北、山东一带的男丁几乎都打绝了啊，到这种地步啊。另外营建东都洛阳等等等等，所以《资治通鉴》跟《隋书》都有讲到，天下死于义而时伤于财，就说不但很多人在这样的过程中死掉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让隋帝国走向财政上的崩溃。所以过去我们讲隋文帝的时候，我就开玩笑说，中国历史上能力最强的皇帝是谁？是杨广。为什么呢？因为把他爸爸留下来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10几年就败光了，不是一般人做得到。我想并不夸张了啊。当时等到大业6年、7年之后，就是隋炀帝的晚期之后，有人统计过，当时全中国可供征调的男丁大概不会超过1000万。你想想看，光是打仗征高丽就死了100多万，再加上各地开运河等等各种的工程，所以各位几乎把整个隋朝的国力可以说完全透支，甚至当史书已经记载，有的时候很多的工程已经没有男人可以用，只好用妇女来充当。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崩溃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第3次征高丽失败，又是几十万大军崩溃。后来隋炀帝带着他的亲信们逃回了洛阳之后，他就知道各地都开始大乱。最早开始动乱就是杨树的儿子杨玄感，历史上称杨玄感之乱，当时就在洛阳附近起兵，差点要了隋炀帝的命。这件事情虽然后来被平定下来，但是隋炀帝他是非常聪明，他知道中原已经待不下去了，所以他很快就从洛阳出发，带着他的亲信跟他宠幸的嫔妃们，另外还有他的羽林军、虎贲军等等这些保护他的御林部队，就顺着运河一路下到了江都。江都就是今天的扬州啊，长江北岸。扬州在隋唐时期，烟花3月下扬州，是盖世繁华，是不是？杨广在这边早就已经建了行宫。当年征讨陈国的时候，隋炀帝就到过江都，然后他就对江都非常喜欢，他觉得这个地方真是好地方，所以后来即位没多久，就在江都这边建了他的行宫哦。可以说整个皇宫里面的人都移驻到行宫里面。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是世界末日的景象啊，对不对？各位，接下来2年的时间，他就在江都里面吃喝玩乐，每天就不断的饮宴，跟他所有从各地搜刮征调来的美女们进行各种荒唐的游戏啊。根据《资治通鉴》记载，杨广到了最后最喜欢的就是童女供他玩乐，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根据《资治通鉴》，各地10万火急的召集奏章在他的寝宫门口堆积如山，炀帝一件都不想看。
对他来讲，北方的乱局他已经知道无法收拾，无所谓了哈。等到了大业13年的时候，基本上炀帝的心态已经完全崩溃，他已经知道天底下已经众叛亲离，整个局势已经没有救。我们今天看回书里面就有一段很经典的桥段，对不对？他跟他的太太萧皇后，因为萧皇后是当年南方的兰陵萧氏哦，兰陵萧氏后来到了盛唐时期都还是相当显赫的家族，可以说南方士族第一家了。当时他在早上梳妆打扮的时候，看着铜镜，当时他就讲说：“好头颈，谁当心之啊？你看这么帅的头，谁可以把我这个头把它砍掉？”当时萧皇后听到之后，还非常的惊慌啊，就问隋炀帝说：“皇上你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就隋炀帝竟然还讲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啊？就是说天下富贵啊荣华是可以说风水轮流转的啊。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有起有落，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好难过。这个时候其实隋炀帝心里面已经打定了一个主意了，什么主意呢？就是他认为北方已经回不去，他也不想回去了，局势已经没救了。所以当时他就告诉宇文化及还有他身旁的一些亲戚人大臣们，他打算要迁都到江南。简单讲，北方不要了啦，包括长安、洛阳这些，他想当年的陈叔宝嘛，对不对？继续窝在金陵里面过他的太平日子。但是各位，当时他身旁带的所有的大臣跟军人们，几乎全部都是来自于长安跟洛阳。对，他逃避现实，逃到江南去，等于宣告一件事，就这些人从此之后就回不了家了。其实隋炀帝是很狠的，因为所有的杨姓皇族都在洛阳跟长安，所以他下这个命令，等于是所有杨家人他都不要了，包括他自己的儿子哦。对，这代表隋炀帝他已经无计可施了啊，能爽一天就是一天。当这个消息传出之后，他身旁的虎贲军跟羽林军就大批的叛变跟逃亡。对，他身旁带的虎贲军跟羽林军是当时隋朝他身旁仅剩下的精锐部队，都是当年在长安跟洛阳精挑细选啊。这些人对他本人也是非常效忠的啊，因为他的这个决定，所以导致这些人的士气也就崩溃了啊。随之而来的阴谋就要发生了，历史上称之叫江都兵变。江都兵变一般我们认为最重要的要角就是宇文化及哈，他的祖先是匈奴人，他们家后来是因为靠着军功被赐姓宇文，但实际上他们家跟过去的鲜卑贵族宇文家并没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宇文化及据说为人凶残阴险，从他父亲那一代开始就是跟着杨家做事，他们家也一直很会见风转舵。他父亲本来是跟随太子杨勇，对，后来杨勇失势之后，很快就转向效忠杨广，效忠杨广之后，后来杨广取得太子的位置，他们家也就跟着扶摇直上。宇文化及就跟在杨广身边，成为杨广最信任的一位大臣哦，几乎将整个宫廷的指挥权都交到他的手上。这一次到江都去，他也是一样跟在旁边。宇文化及的弟弟宇文士及还娶了隋炀帝的长女南阳公主，所以讲起来他们家还是皇亲哦。所以在朝中一向可以说是目中无人的哈。所以当时有很多人很痛恨他们。高炯晚年的时候曾经警告过隋炀帝，这种人不能用。但想想看，不可能听高炯的啊，其实这时候隋朝愿意讲话的也没有几个了。果然就在大业13年发生了江都兵变，这禁军将士反叛，当时的司马德堪，我先跟各位讲一下，司马德堪基本上就是宇文化及一手提拔起来的，对，他担任虎贲郎将，指挥虎贲军，等于是禁卫营营长。当时司马德堪率领小果军驻守在江都的内城。什么是内城呢？其实就是行宫之内，负责皇帝的警戒啊。司马德堪先买通了炀帝身旁的一些近臣，在当天下午就发动了叛变，直接冲入行宫之内，将裴谦通跟元礼逮捕。隋炀帝听到之后非常的震惊，当时就藏于永巷之内，但是很快也就被抓到了。历史上这一幕记载是非常惨烈，当时隋炀帝很多的嫔妃啦、宫女啦，甚至当场就被小果军的将士当场就格杀在地上，然后把所有姓杨的皇族全部集中起来，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他身旁只有萧皇后，这个时候宇文化及才出来。宇文化及身旁还跟着另外一个校尉叫令狐行党。宇文化及完全换了一副脸孔哦，开始义正辞严，隶属杨广多年来的罪状啊，痛骂杨广。据说杨广听了一愣一愣，哇，你宇文化及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最后杨广他说：“没错，你们讲的都对，我的确对不起天下百姓，但是我没有对不起你们啊。”我让你们荣华富贵啊，你们跟着我就吃香喝辣哦。各位，你看杨广的心态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他认为他身旁养的这一群狼狗可以保护他就够了。宇文化及当然就不会再容许他继续活下去，告诉隋炀帝你可以选择，要不我们就把你就地处决，要不然你就自己了断。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隋炀帝是说他作为一个皇帝，他有最后的尊严。他告诉宇文化及人，给我一条绳子，众目睽睽，当着萧皇后的面，就在行宫之内上吊自尽了。隋炀帝这一生就结束，中国历史上最受争议的皇帝之一，对啊。隋炀帝死掉之
之后，宇文化及就自立为大宰相，还立了炀帝的侄子叫秦王杨浩。这个杨浩据说跟宇文化及的另外一个弟弟叫宇文智及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没有死。整个姓杨的皇族在这一次江都兵变的时候，几乎被屠灭殆尽，跟着炀帝出来的。最后杨家皇族其实到了唐代之后所剩无几，只留下秦王杨浩。杨浩被宇文化及立为傀儡皇帝啊。他的弟弟宇文智及为左仆射率领隋朝在江都附近单于的官兵大概10几万开始渡过淮河向西走。虽然说隋朝后面还有傀儡皇帝，但是我们可以讲，基本上隋炀帝的死就可以宣告隋朝到此结束。这里补充几个点第一个，隋炀帝到底信江都有多夸张呢？每一次去江都，命人造龙舟、凤眼、黄龙、赤箭、楼船，就等于说大小船舰那数万艘据说那个龙舟非常的大，好几层楼高所以要很多那个纤夫一起拉才拉得动船队据说可以长达200余里，然后跟随的随行人员可以达到10-20万之力你说皇帝所过中境应该是蓬荜生辉，错，蝗虫过境真的是把所有能吃的东西州县方围500里搜刮殆尽，这严重堂堂一个天子搞得自己跟打草鼓的游牧民族没有什么两样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到底在干嘛，不知道。杨家真的是没有家教，对，然后食物吃不完就随便乱丢州县饿殍遍野，他不在乎。当然我知道后世有很多帮隋炀帝洗白的说法啦，唐朝黑他等等但我必须说，像这一些绝对不是唐朝黑他的，不可能。对，你就想嘛，他为什么到最后众叛亲离嘛？那他众叛亲离当然有一些原因啦。你说他真的对身边人很好吗？确实这些人跟着他吃香喝辣没错，但是所有人都在承受他永无止境的怒意跟飘忽不定的心绪，他今天要谁死就谁死。所以宇文化及为什么会叛变他？宇文化及从东宫跟着他跟到现在，一方面当然宇文化及确实不是个东西嘛，但是宇文化及也受够他那一副脾气了嘛。今天你对我好，那你明天对我不好，你要干掉我，我怎么知道呢？对啊。尤其炀帝到了最后的时光是几近疯狂的状态嘛，每天喝酒喝得烂醉，乱七八糟的那还有一个点很多人在做比较是为什么隋末乱世崩溃这么快，但是呢，同样是朝廷南渡，但却成功苟延残喘，甚至比本朝时间还要长的，就我们之前谈过的司马家、司马晋正之在西晋只延续了50年左右，但是呢，南渡到江南活了100多年所以可以说2分之2的时间都在江南苟延残喘。因为当年司马家南渡的时候，琅琊王司马睿他是把所有的家眷家当，还有将士的家眷家当全部告诉所有人，我们不是去出差，我们是移居，所以大家没有后累。可是炀帝不一样，炀帝骗了所有的人，他只告诉大家我只是去出差。我这边补充一下，当时隋炀帝说要逃到江南去，其实逃到江南去他们一样没有好日子过，因为江南也乱。对，那当年司马睿他们南下的时候，北方是五胡跟八王在乱，对，可是南方还好，没有大事嘛。大家都知道，你逃到江南之后，一方面回不了家了，二方面是逃到江南也没有好日子过江南一样有群雄割据这也就反映出关陇集团的地域性。这一些将士就是关陇集团的主干，他们跟着你来，可是你把他们整个家的根基都抛在脑后，那他们当然是不服这也是为什么关陇集团的易主这么来的那么快讲到这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那隋末到底有多乱呢？我可以跟大家很负责任的讲中国几个大乱世隋末的乱世也是排名前几的，因为它时间短，但是它群雄并立的状况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上一讲我们提到李渊呢，因为他政治智商还蛮高的，所以呢他被外派到太原嘛，接的就是所谓的太原起兵你看从这样起兵图就知道，7月5号太原举事然后3天内就攻陷了河西郡，就今天的分州一路往下狂奔到了晋州的时候只有8月8号，到了绛州的时候8月13号，这没有高速公路各位。到了呢河东郡的时候才9月10号，已经呢要跨过黄河之后，一路奔袭到了长安10月14号到长安，11月9号不到1个月的时间呢，就直接把长安给攻陷了。虽然占领长安，但是他还没有占领关中很多史书上都讲说，他拿下长安跟关中，从此之后他就奠定了取得天下基础。这个话也没错，但是这个话是事后诸葛，对不对因为他拿下关中跟长安之后，状况其实很危险，因为周围都有很多的强敌。这个是没有人想过说李渊的机动有这么的强大那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让整个隋末的群雄图说真的很难画啦那我们这边举某个时间的动态点这是一个相对群雄比较安定的地方，来跟大家做一个解析群雄呢划分成几个一个是占据在关陇山西地区的这一带属于中国的西北区那另外呢还有在中原造成洛阳争霸战，乱成一团
包括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宇文化及啊，他的第一目标也是回到洛阳哈。那至于宇文化及的故事，我们稍后再表啊。再来还有在山东、河北啊打成一团乱的哈，当中最有名的就历史上很有名的窦建德啊，悲剧英雄，他就主要在这边混战。那另外还有属于保境安民啊，但是已经形成实质割据的江南地区哦。大概呢有这几个地方啊分化。那对于李渊来讲呢，当然他要先处理卧榻之侧啊，巩固自己的根据地啊。这时候呢，周围的群雄呢，主要有4大咖啊，一个呢是盘踞在山西北部的刘武周啊，那另外还有盘踞在关中西部的薛举啊，在凉州的李轨，还有在关中北部哦，约略在今天的陕北、内蒙还有宁夏这一带的梁师都哦。那这里面呢，据说对他最有威胁感的是盘踞在今天甘肃陇山这一带关中西部的薛举哦。听说他曾经大败过后来号称天策上将军的李世民啊，也是李世民生命当中啊最危险、最凶险的一战之一，差点挂了这一次。学长，薛举又干了什么事？刘武周跟薛举都是李唐起兵的时候2个重要的敌人，而且最重要一点，他们都在卧榻之侧，是不是？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让李家翻船。薛举山西运城人嘛，当时叫山西河东郡汾阴县，他们家也是一个地方的豪族。他的父亲薛汪在大业13年的时候，薛举起兵反隋，号称一秦霸王啊，年号秦兴。在大业13年的7月啊，薛举称帝，迁都到秦州。对，秦州就在长安附近。我们前面讲过，李渊他非常幸运，很快速的占领了长安，对不对？其实薛举也很有机会一举占领长安，可薛举竟然没有真正再往前挺进几步，把长安拿下来，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不过后来他随即就发现长安的妙用，帝国的心脏可以用来号令天下。紧接着就在关中这一带跟李唐这边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战斗啊。618年，就大业14年的时候，当时薛举跟另外一个在河套这边起兵的英雄叫梁师都，梁师都基本上等于是薛举的附庸啦。后来也曾经在梁师都的牵线之下，薛举也向东突厥称臣。在薛举跟梁师都联合出兵的情况之下，一路向汉中方面发动攻击，牵制一部分的唐军，而另外一路从关中、晋州这边直扑长安。对，长安跟晋州就隔一条渭水而已啊，距离非常的近。各位，这又是李唐王室的一次生死存亡的关键。果然就在这一年的6月底，就爆发了历史上称作第一次浅水源之战。当时李世民亲自率领部队跟薛举作战，他麾下还有唐朝的将领刘文静、殷开山等人哈。不过据说李世民这时候得了伤寒，身体不太好。所以这场战役当中，李世民没有办法再像过去一样全心全意的指挥作战。这一战主要的指挥官是刘文静跟殷开山，在浅水源这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结果据说唐军大败，薛举跟梁师都部队骁勇善战，利用他们的骑兵的优势，从2翼先突破了唐军的防线，包围唐军，把唐军杀个大败。李世民用今天的话说，在发高烧、上吐下泻的情况之下，带领数百名骑兵很勉强的突围了。这是李世民这一生在整个内战当中败得最惨的一次，薛举竟然获得了大胜。不过这时候根据我们今天看到的记载，整个陕西地区都在流行传染病，薛举的部队很快也生病，包括薛举本人也生病了。没有多久，薛举竟然就病死了。所以各位，有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这世界上好像真的是有天命的，对不对？这一仗本来薛举是要乘胜追击，直接就向长安进攻了，就没有想到他竟然病死了。他病死之后，快整个指挥权就交给他的儿子薛仁果。薛仁果其实也是一员战将，在战场冲锋陷阵是可以，但他缺乏政治声望。后来没有多久，这个集团在几次的战斗当中就被李世民击败，很快就消散掉了。说真的啊，像我刚刚讲到，天命是很重要，所以呢，身体为纲啊，好好照顾自己啊。天下大病的时候，李世民没病死，你薛举病死那也没办法。不过这也是这个道理啊，拳怕少壮啊，因为李世民这个时候其实还没20岁，确实是身体还是可以的，就把他挨过去了。但薛举没多久他被消灭了嘛，但是东边的刘武周已经是按捺不住了。刘武周据说跟另外一个从河北被打败而来的宋金刚啊合并，听这名字又是武周是金刚，都是硬咖哦，非常强悍啊。据说把李渊老巢太原列超了。刘武周他是出身丹西这个地方的豪富之家，他崛起的地方在丹西的马邑。马邑是山西的北部，其实距离太原没有很远。据说他在隋末的时候，他们家也曾经受到朝廷的征召，要出钱出力去打高丽哦。我很快后来因为天下就乱，他就跟着当时的马邑太守王仁恭起兵。不久之后，他就把王仁恭给杀掉。历史上称他开仓赈济，实习境内得兵10000余人，自称太守。就是他拿下了整个马邑郡。对，马邑这个地方一向勇武著称，因为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跟胡人打仗，他手上很快就有一批精锐部队了。他立文
脚跟之后，第一步他就立刻派使者到关外去联络东突厥。各位，当时几乎北方所有的起兵群雄都臣服于东突厥，很重要，因为你不臣服于东突厥，你背后就有一个大敌。而且臣服东突厥还有一个好处啊，东突厥是可以跟你借兵借马的，你可以缴钱给他，他派佣兵骑马来帮你打仗助战。是的。是的，这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时候东突厥还没有一个非常高度的发展，它还是有那种草原人士做雇佣兵的状况。因为这里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草原的生活条件不落中原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就是在秋高马肥之后，进入冬天到春天这个时间它很难生存。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北方民族呢？每逢秋后就开始入关入寇因为秋天马最肥，骑跑最快，你知道吗？就冲进来要到处抢。所以与其让你掠夺，不如我来缴钱给你们，你来当我的雇佣兵就古代的互市的观念就是这样来，汉人提供农产品一部分的草料来给突厥，而且草原游牧民，尤其突厥，像以贪财著称，另外还可以跟他买马，马是作战资源，突厥手上有好马当时在河北地区的宋金刚被窦建德打败之后，也带了单于的部队来投奔刘武周就让刘武周的力量增强的很大一时之间就成为当时李家在山西河东这一带的强敌紧接着李家就开始跟刘武周集团展开一段时间的激战，在武德2年的时候，刘武周率领他的主力部队先南下攻下了晋阳，一举就把李渊的老巢给端掉。我要是李渊听了真是吐血，对不对？我老家现在就被你关掉，他那边经营好多年啊。当时镇守在晋阳这边，就是李世民的3弟，李元吉大败几乎全军覆没。这里我补充一个故事李元吉有多夸张跟各位讲你不要看他后来学我们这边逞凶斗狠李元吉当时呢大败之后，他们就回守晋阳本来李元吉跟将领们都讲好说没问题，我们坚守到底没想到呢，后来他说那我出去找援兵，结果他一出去的时候呢就跑了，太原就陷落了。你看李渊气不气？结果他大败之后，他的老爸就派了麾下亲信的一个将领裴吉裴吉就从山东的临汾，当时叫晋州，就带了援军来增援，就没有想到李元吉败得非常惨连个立足的脚跟的地方都没有。裴吉只好硬着头皮跟刘武周硬打，就双方在索源渡这个地方又展开一次决战，就唐军再度大败。记住短短3个月内2度大败唐军整个山西几乎全部丢掉了。然后他麾下投奔他的宋金刚也从2邑展开，先攻下山西的翼城，另外还攻下了湖板等等这些地方。那这些地方原先镇守李家的一些地方官也纷纷的向刘武周投降。可以说短短不到几个月，整个山西已经完全都进入到刘武周的控制之内了。当时的消息传到长安，历史上称一时之间关中大震。当时李渊甚至于都已经觉得贼势如此，难与争锋，一气大河以东，谨守关西而已。意思就是说把山西最后几个据点都放弃了，所有部队撤回来。不过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很关键站出来，是谁呢？就是他的第2个儿子秦王李世民，就告诉他父亲说不可以，因为他认为刘武周接连几个月作战，他虽然频频获胜，但实际上他的部队损耗也很大，而且没有经过休息，他部队应该相当的疲累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考验李渊的决策啦，对不对各位，如果李渊这个时候说哎呀我不想打了，可能局势就不一样。况且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李世民这个时候虽然说之前在晋阳起兵的时候他表现得很好，但其实李世民也没有真正带领大军获得决定性胜利的记录。简单讲，李世民也还是个新人，这是李世民才20出头各位。不过李渊还是相信他把最后剩下的部队步骑加起来大概5万多交给了李世民。李世民初级就在今天的山西的南部这一带，又跟刘武周的部队展开了决战。果然刘武周的部队已经相当疲惫了，也缺乏粮食，几场战役下来，刘武周就被击溃了而且这一溃得非常的彻底李世民在后面一路追击。另外就是山西各地原先属于李唐统治地区又重新反正了嘛，因为本来他们就只是因为战败被迫投降嘛，结果看到少主回来了，他们又纷纷阵前反正了就反正之后，很快整个山西这边又全部被李唐收复，刘武周就带领残部投奔东突厥，那基本上山西这边的战局就抵定，在历史上称作叫博壁之战。这一仗也算是一次李世民以寡击众，出露头角，对不对？从此之后他就成为李唐王室集团当中很受到倚重的一员大将所以这蛮重要的。如果这一仗真的输掉了，那李家的故事也就没有后来了。还有一个势力也蛮大，就是在凉州方面的李轨。李轨他是所谓的赵郡李氏我们知道凉州在古代的时候，其实古凉州甲天下很富裕的地区，对不对？在中古时期因为气温比较高，所以呢雨带呢是可以深入到河西走廊，所以河西走廊当时相对是蛮富足的对，那
李轨很早就占领了凉州，但是李轨在凉州这边据说好几年动都不动。他是一个地方官出身，他没有武略，只晓得保境安民，很快就向李渊投降之后他又反悔，后来就被杀掉了哈。所以整个关陇山西黄土高原地区基本上到了武德2年末武德3年初左右就已经完全抵定。对，整个关陇地区的抵定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它是整个前帝国的核心地区，就是从北周到隋朝的核心地区，这个地区拿下来之后是有政治上象征的意义。二方面就是消灭了薛家跟刘家的这2个集团之后，也代表整个黄土高原地区握他之策，可以威胁到李家生存的集团到此全部结束，那他们就可以把他的军事重点重新转回黄河平原，甚至于全国各地了。那讲到这里呢，刚才学长讲到握他之策，其中他人酣睡嘛，那终于可以睡得安稳啊。其实这里面有没有大家发现一个状况？李渊每在关键决策的时候，他总知道用什么人。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说，李渊的战略观确实非常厉害哦。开国讲2件事吧，一个是军事，一个是政治嘛。军事呢要有策略，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个以南的策略成型哦，先拿下关陇山西，把自己的老巢给稳定下来。而且呢，占据关陇山西有个优势，这里地方都是易守难攻啊，居高临下啊，因为在上游地区嘛。那古人往上那是多难，现在都是先占3级啊，这不要开玩笑的啊。这个就是打仗的基本嘛，1000年来就是没有改变过。所以从太行山、山西高原、关中盆地呢往下打，这个是一个极有优势的地方啊。他就制定了这个策略，再来他就要出中原哦，接着呢他就往河北去，最后呢再收拢最没有威胁性的南方长江流域这一些地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很大的顺序，这是他军事上的一个策略哦。另外呢，在政治上的策略哦，他也是非常的聪明的学长，他制定了一个很有趣的策略哦，效法当年隋文帝的路径啊哈。一开始绝对不要当皇帝，先干权臣再当皇帝。可是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因为唐高祖李渊是617年就起兵了。可是我们知道啊，隋炀帝还没有死啊，所以学长他政治上的谋略他是怎么达成？从权臣变皇帝，又不让人家讨厌，最终成功收拢了关陇集团，让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治基干。基本上李渊跟所有天下起兵群雄相比，我们这边可以先提，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他是皇亲，而且他们家过去一直以来就是在整个朝廷的中央里面拥有非常高的声望，这我们前面也提过了。当时所有的起兵群雄大部分都是地方上的草莽英雄，那只有他们家是执政集团中的一员，是这样的一个资格，我们可以这样讲。很快他在618年的时候他就占领了关中，占领关中之后马上就要面对一件事啊，就是一开始他向天下宣告这里就是国家稳定的政治中心。对，当时中原乱成一锅粥，对不对？在洛阳那边王世充跟李密打成一团，河北山东徐元朗窦建德这些人又打成一团，所以当时消息已经完全阻隔了。你隋炀帝杨广带着那些人到江都去吃喝玩乐，到底是死是活已经没有人知道了，真的是这样。当时已经盛传隋炀帝已经死掉了，各种谣言都有。所以当时为了要稳定人心，二方面要彰显他是统治集团的一份子，他来安定全国的政局。所以他占领长安之后没有多久，渊就在长安当中立一个隋朝的宗室了，暂时把全国局势稳定下来，至少要确定隋炀帝死了之后才能有新的动作嘛，对不对哈？否则的话他就背一个篡弑的罪名哈。当时他拣选到的就是还留在长安城里面的代王杨佑。先稍微介绍杨佑，杨佑的父亲叫杨昭，杨昭是隋炀帝的长子，在大业元年杨昭就被立为太子，不过在大业2年的时候杨昭年纪很轻就去世了。在大业3年的时候，杨佑一开始被封为成王，没有多久就改封为代王。我告诉各位，根据我们今天看到的记录，当时在长安跟洛阳留下来的杨家的皇族加起来有上千人，其实人数相当多。我们知道杨佑他的地位比较不一样，所以他在隋炀帝到江都去游幸的时候，就让他担任所谓的长安留守，在长安里面等于皇族的一个代表，他的地位比较高。后来李渊就拣选了他来担任傀儡皇帝。李渊还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动作，他尊杨广为太上皇。各位，这是很重要的动作，这代表一件事，我们没有篡位，我们是以皇亲的身份辅政，对不对？天下还是你杨家的天下，杨广不论你是死是活，我还是给你一个很尊贵的身份，但是你已经没有实质的政治权利了，但政治权利已经到了新皇帝的手上。后来我们知道宇文化及也立了秦王杨浩，王世充在洛阳也立了一个历史上也称作叫公帝杨统，是杨佑的弟弟。等于这时候天下有3个姓杨的皇帝，你可以知道当时天下有多乱了哈。不过一般史家是认为说，因为后来李唐接续了杨水，所以杨佑就被认为是隋朝的正统皇帝，也是隋朝的末代皇帝。
帝啊，所以李渊一开始的时候，他所有重大的决定啊，都是以隋朝皇帝的名义所发布的啊。到了618年4月，宇文化及杀了杨广，这个消息辗转几个月后传到了长安。那长安方面，李渊也知道，原来杨广死掉了，等于是大局底定了，隋朝应该就到此结束。随即在这一年的6月，杨佑就宣布禅位于李渊，他被改封为齐国公。不过杨佑这个15岁的孩子，就在武德2年619年的9月10号也就去世了，享年15岁。这死因当然也很离奇了。我自从刘裕篡了东晋之后，从此之后前朝的皇族大部分都没有好下场。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哀，让我们怀念一个人，司马炎，是不是？这个公子哥还善待那些前朝的皇帝，对不对？从刘裕开始就立下这个恶例。不过杨佑的一个侄子啊，叫做杨行基，因为杨佑没有小孩，后来李家又封了杨行基为齐国公。我告诉各位，我们看到最后关于杨家的记录，大概到了开元年间，安史之乱之后才完全消失于史册之上啊。所以他们家也还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是这一个政治作为对李渊来讲很重要啊，等于是他名正言顺的接下了隋朝的政权。对，那从此之后，李唐王室在天下的正统地位，当然也就更得到了巩固。我想这里你就可以看出李渊在思考政治的时候有他的高度的存在哈，因为当时比李渊还早称帝的很多嘛。对啊，最有名的是谁呢？就刚刚我们提到薛举啊。对，薛举很早617年，炀帝都还没死，他就称帝了。那这就代表你一旦称帝，很难跟人家合作，因为你皇帝是有排他性的嘛。那如果你不这么快称帝的话，你的排他性会比较弱。所以你看李渊为什么他政治的作为是搭配他的军事的进程一起来做的？因为当炀帝的死讯传到了长安的时候，那就代表一件事情嘛，炀帝所带出去的那一批关陇集团的精英们，他是不服杨家了嘛，所以他借这个事往上一窜，他就接替了关陇集团话事人门面跟位置，名正言顺。同时他也把关中地区给搞定了，包括山西这时候都很激烈在打。当然了，刘武周到619年武德的时候才正式的把它给处理掉，但是整体来讲呢，至少薛举这个时候已经被他给打败了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一直讲他们这个家学很重要一个点，就是他们对于政治的理解比同时代的这些草莽为寇，或者是像刘武周他们就属于中低阶军官起家的，他们有在政治思维上更高段的一个地方。还有啊，这里再次验证一件事啊，我们以前在讨论隋文帝，大家还记得吗？很快就把北周的位置夺过来。最离奇的是，虽然文帝也是大杀宇文家没有错，但整体来讲，好像满朝百官也是就这样子过去了。明明宇文家是建立了关陇集团的人啊，那为什么？其实这就形成了我们刚才一开始开天破题的一个点啊。关陇集团它是有共同利益的，它的共同利益不一定要是哪一家哪一姓，但是呢，他们的集体利益就是他们要维持整个集团的生存嘛，甚至进而维持他们作为统治阶层上层的基本的一个样态啊。那你不要觉得说，怎么他们会有这种集体意识哦？这种集体意识并不是说很明显哈，大家在谈论，而是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之下，大家要了解啊。从曹魏开始啊，九品官人法制定之后，这种世家大族彼此之间维护家族利益、群体利益的这种思考，就深植在当时整个中国的上层社会。所以，他不管是鲜卑贵族汉化或怎么样，他们彼此之间有共同思考。所以我们一直讲后世史学家会讲唐宋变革论嘛，就唐朝的社会到了宋朝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就是那个阶级化的思考在唐代是非常显著的，隋唐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样的一个集团韩帝反而呢巩固了李唐家的根基嘛，他们这一群骁勇善战的士兵有一整套的体系，从士兵到初级军官到中级军官到上层，他们只是上层的改动而已。所以这也象征着关陇集团一步一步走向了他们的最繁华的时代啊！就在李渊成功的上位拿下了他的领导权啊！这就是李渊在于整个政治跟战略思考。当然，李渊的性格也是有很多不足之处啦，我们之后再来慢慢来跟大家分享跟解析啦。这开国故事很精彩啊！我跟大家讲，这打了很多的仗啊！当然，李世民绝对是不可或缺、最亮的那个仔，但是李渊在很多决策跟思考里面有他的一个细致的地方啊，这一点我想后来太宗有很高的一个政治智慧啊，也是有这个家学的渊源吧。讲到这里，我们最后做一点小总结，我们可以看到李渊的成功并不是真的用躺的哈，也是几度都是非常危险，也有很多赌注的成分啊。他的进园起兵到他进入关中、荡平关中，也都是赌注，甚至运气，好像运气都站在他这边，对不对？薛举这么凶猛，结果就这样病死了。我这边补充一下，薛举当时号称叫做西秦霸王。对，这个称号让我想到谁？让我想到项羽，项羽叫西楚霸王，这两个人都是4个字：先盛后衰，对不对啊？所以呼应刚刚学弟讲的，李渊反而是在政治上很有他的手段跟他的一个秩序嘛。对，所以他没有先急的称王。
他先取得一个正统的地位，辅政，然后安定国家的政局，最后在炀帝死了，天下无主啦，对不对？他才顺理成章的当王，所以这就是展现出他的政治格局跟高度。好 ，OK，好，没有错。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唐高祖李渊啊，他的开国之路绝对不是一帆风顺啊，路迢迢才刚开始而已啊，还有很多恶仗、大仗啊，等着他们家去一一来攻克。只是过去这些故事都掩盖在李世民的光芒之下，所以我们比较少看到。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把它爬梳出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唐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步步建构，什么叫关陇集团，你从这里面就可以体会比较深刻了吧？哈，好，那最后呢，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然后最重要的是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现在会员呢都有会员专属影片，我们今天在故事里面呢所没有补充到的一些细节啊，你都可以在会员专属影片呢看到哈。如果你喜欢的话，那一定要加入会员哦哈。那最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超级感谢留下你的看法跟建议，我们也会做出适时的回应。另外也可以线下的赞助绿界 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好，更多粮草，让我们呢把故事做得更好，讲得更完整哦。好，那我们今天谢谢王立本老师。好，谢谢学弟，谢谢大家。那我们下一期相见喽，拜拜。拜拜。